乳癌是妇女常见的癌症疾病之一，一般呢好发在40到50岁左右的妇女。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施承修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中医如何治疗乳癌。施医师你好。主持人以及全球观众，大家好。在电视上都会有一些卫教嘛，就是6分钟护医生啊，或者是你都要自我检查，所以很多人都摸到一点点硬硬的，都会赶快去做超音波检查。所以这个癌症已经被及早的发现，但是有些人还是可能比较不注意，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症状，以至于他可能忽略了。我们在检查乳癌这样几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们不要有一个肿、一个硬块在那边。另外一个就是不能凹的不能有分泌物，另外就是疼痛，政府在推那个6分钟护医生的时候，妇女都很紧张，我们碰到硬块，其实有一点点，就是是不是那种也算淋巴结吗？还是其实那个很多都可能只是一个纤维化组织而已啦，所以还好，那硬块上面那个皮肤也没凹，颜色也没变，也没有分泌物，骨头也很正常。这个字卡上面还有一个写的一个是这个淋巴结啦。其实来讲，一般患者不太容易摸到，淋巴结不容易摸到，摸到都很大淋巴肿其实都很大。当然，我们平常有仔细来摸，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手背都很平滑，这肌肉再怎么样会痛，大概肌肉的线条它说是很平滑的，但我们像我们医生，我摸就比较仔细的，痛就可以摸到我们中医讲的筋结、气结了那一般那个很小，等到你淋巴结摸了到一个肿胀、肿块，那这个其实就已经是算严重了，所以说这几样平常没有的，突然在比较短的时间突然有的，它不会是慢慢，所有的癌症都是慢的，对啊，但是当慢到你有感，那也已经是快的了而且这个不容易常常去摸，但至少你每天洗澡这个会触摸到，甚至你眼睛会看得到，反正我们强调，因为中医讲气色嘛那气不懂，色很明显，你颜色没有变化，还有那个肤质是最明显的，我们刚刚讲。光滑面绝对不会有粗糙面，你不会有一块皮肤像湿疹一样，一块异常的异常你看得到。那乳癌也是这样，你通常是看得到，不过看得到其实可能都已经是2期了。那什么样的妇女容易有这个乳癌的产生呢？中医叫做肝气郁结的人，就是心情不好是吗？对，所以呢，常常就有所谓的肝气郁结造成的这个荷尔蒙的变化。也许这边免疫系统下降，血压下降每个人身上都癌细胞嘛，它就趁机发作。那这个在女生特别容易有，所以女生不能情绪不好，应该是说情志有没有波动，包含压抑也是一种。我看过一个乳癌的患者，他都是好好妈妈、好好太太，他什么都逆来顺受型的，他修行得很好了，没有脾气，没有脾气，很开朗啊。结果他还是得乳癌，后来他说其实他都台语叫做吞忍就是忍住没有发，但是其实内心还是很生气的。就是说这个情志是很重要。那人家说，如果女孩子一生当中她没有生小孩，比较容易得乳癌，有这种说法吗？就是说人生女性正常必须有一个过程，她没有这个过程，其实她已经比较违反本来应该有一个生理机制了他没有的话，也许他的身体就会产生一个某种程度的偏差那特别在这方面比较容易表现。那讲到这个乳癌因为很多就是慢慢的，我觉得早期好像比较少，近期就是年轻的患者也越来越多。这2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以前中医没有这么精确的检验政府也没有提倡你要提早检查，因为你现在提早检查了，又比较精确，所以就提早发现更多所谓的叫隐性患者，因为以前我们可能认为周遭50、60岁的女生比较容易有。第二个是，其实现在的人的生活跟过去不一样，以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规律的生活，规律的睡觉。那大家知道，熬夜一定是伤肝的，那伤的不是这个肝脏而已，我们讲的是肝的系统，包含肝的经络。那肝的经络经过肝，还经过了乳房嘛？那熬夜伤肝之外呢，我们可能吃的饮食就没有很正常了，都乱吃之后伤到胃，胃的经络又伤到，所以说沿着胃这个经络循行上来的这个乳房，它从此就受到肝跟胃的影响，所以呢，现在的女生可能就提早。
而且我觉得现在女性就是工作的频率比以前更高，对，她不是只在家里就是说照顾小孩，就是她在职场上有压力，可能回到家庭还有家庭的压力，对，双重的这样的情志可能不平衡之下，她可能就是会产生，就像医生您说的，就是一些淤结在里面，她可能也没有发作。对，这个主持人就谈到另外一块中医叫做肝气郁结。好，这个肝气郁结之后呢，它郁结在哪里？在乳房。因为这个乳房其实每个月都在变化，跟子宫是一样的。是。所以很多女生月经来会有乳胀痛，也会头胀痛哦。有的还会胃痛哦。那乳胀痛是最明显的，就是月经来前她都胀到很不舒服。所以这样的女生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比较好发的一个族群需要注意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都随时自己注意。如果我们的经期不太顺，女生啦，对，就是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就是有没有这种乳癌的这种因子。对，要小心。好，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就说，在中医怎么治疗这样子的乳癌的症状？它有不同的症型，要怎么样根据症型来治疗？我会有分3大型的，第一型肝郁气滞型的，第二个就是肝肾阴虚型的，第三个是热毒郁结型。肝气郁结是属于这种情绪比较波动型的，那我们大概用这一组药，往不留行啊、柴胡、半夏、香附、茯苓、白芍、白术、止咳、清脾。好，那肝肾阴虚型呢，就会用到比较滋阴类的了，就是玄参、天门冬、女贞子跟白芍、生地。那热毒郁结型的就用到蒲公英、黄芩、黄连、半枝莲还有浙贝。那在初期就是看得到脓泡的啦或是出血的很厉害的啦或是肿胀的很厉害很红的这一类我们一定会用到蒲公英、黄芩、黄连这些清热解毒的药。它这是初期的症状吗？发炎期。当然我们民众有时候小时候是不是藉由针灸？根据不同症型，我们有不同的针灸方式。像肝气郁结，大概会针印堂跟内关，还会加一些神门跟四神聪。这样尤其是四神聪，四神聪就是以百会为中心，然后对左右四周下一针，这样叫四神聪。那印堂本来是应该对心嘛，对。可是得癌症的人没有一个心情好的，所以顺便帮他扎一下。对，所以我们这个印堂跟内关穴，包含神门。这些跟心有关的，我们就会扎在辅助。那属于肝肾阴虚的，我们扎滋阴的穴就是肾阴交、足三里跟气海关元。那关元就是我们讲的丹田丹田穴。热毒郁结型的，我们一般会清肝火的太冲穴，还有一个木火穴，还有就是乳房有一些肾液，一些化脓物质那我们就用到治污穴。针灸还有一种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叫火针。一般的针灸把它点火烧红，直接对那个病灶扎，所以最明显的是那些凹陷的啦、出血的啦、化脓的啦，这些已经病变的乳房的表面，我们可以对它做火针的治疗，虽然还会有一点痛，但是效果很好。要配合吃药它会加速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扶正去解。火针直接是应该说，我直接想办法消灭那个癌细胞。可是问题，你本身免疫差，所以要靠药物去调理，让它免疫恢复嘛。所以双管齐下，一个由外，一个由内。一方面我们身体循环免疫好，撑得住，副作用小；另外可以缩短疗程。像我们很多患者是说来看中西合并治疗，通常假设来可能需要12次化疗，可以缩到可能10次，可能要18次那个标靶，可能可以缩到8次，预后是很好的啦。是，所以对于癌症患者呢，调理身体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医生要介绍的这个药膳，适合什么样的患者来吃？这个柴胡排骨汤呢，是具有一定的疗效的。平常你就觉得自己压力大，就可以吃这个方子。我们先把排骨先汆烫，血先去掉，再把药材这清洗要放到布袋之中加水进去大概1000cc 然后放入电锅再煮一下。其实我自己我觉得那个四神汤还是比较好用。第一个它偏补，第二个它可以当一餐，第三个它口感很好。四神汤本身就是健脾祛湿的药。得乳癌有人变瘦了，变食欲变差了，变得不想吃东西，可是你要急剧需要营养，那我们就会把这个四神汤呢拿来当做其中一餐。而且这个好处是你不要管体质，而且你可以每一天都吃。如果我们要稍微有具疗效，我们就用这个柴胡排骨汤。如果我们要顾到我们的胃消化吸收，要有营养，那我们就可以再加一个四神汤。
或是我们2个可以替换，都蛮不错的。是。现在呢，医师要帮大家介绍，就是当你有乳癌的时候呢，可以喝哪些茶饮？清晨菊花茶当做一般的茶饮来喝，每天泡1杯来喝，可以顾到肝跟胃。我们泡的时间不要太长，你的口感会比较好啦，而且可以多泡几次。它的那个淡淡的清香味，其实就可以有那个作用了。是，那我们请医师来试喝一下，闻起来有菊花味，倒是蛮清香的。它喝下去就是刚开始口会苦，但是喝了一会儿呢，嘴里会有一点甘味，对，回甘味啊。这是菊花的特性。如果想要到一点稍微比较味道，就加一点薄荷叶。薄荷叶是入甘的，因为它比较清香，有时候会把一些苦的感觉带掉。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医师有没有还要提醒观众朋友，就是有乳癌的时候，什么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吗？乳癌是一个可以用手跟眼睛一个触摸，一个是观察，是比较容易早期预防的。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点疑惑，觉得皮肤上的颜色啦，或是它的肤质有异常，我建议都还是提早去做检查。那如果医生或是医院说没问题，也不要太过担忧，以免造成我中医讲的肝气郁结。其实这也是相辅相成，就是我们的情志跟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变化。非常谢谢医师，谢谢您。各位朋友，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欢迎按影片下面的超级感谢赞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内容，让您和您的家人更健康。